苏27和 F-15是苏联和美国在冷战高峰时研制的两款著名的三代机，两者均有着不俗的性能，可谓是棋逢对手。三代机时代，美苏空军战斗机讲究轻重搭配，苏27搭配米格29， F-15搭配 F-16， 成为美苏两国确保空中优势的重要策略。冷战期间，美苏虽然没有直接交手，但是其主力战斗机通过各自的盟国均有过正面的交锋。从战绩上来讲，美国战机明显技高一筹，但是苏27和 F-15这对三代机王者却是王不见王，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较量过。这也是苏27和 F-15谁才是三代机之王，从来都只是一个话题，而未留下过真正的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冷战巅峰时期最强战斗机苏27和 F-15这一对冤家对头的各有千秋。苏27战斗机北约代号侧卫，是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空中优势重型战斗机，于1969年开始研制，1977年5月20日首飞，1979年投入批量生产，1985年进入部队服役。F-15英式战斗机是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生产的双引擎全天候高机动性空中优势重型战斗机。1969年由麦道公司得标，1972年7月首次试飞，1974年首架量产机交付美国空军使用，直到现在。单从时间上来看，苏27的定型时间比 F-15晚了整整10年，这是因为 F-15是为了应对当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米格25而生，可以说研制过程极其仓促，一直到后期甚至没有模拟电传操纵系统。而苏27在时间上的优势使其一开始就使用上了电传飞控、升力体机身以及翼身融合。从外观来看，苏27采用翼身融合体技术，悬臂式中单翼，双垂尾正常式布局，进气道位于翼身融合体的前下方，有很好的气动性能。全金属半硬壳式机身，机头略微下垂，大量采用钛合金。两台 AL31涡扇发动机及进气道就挂在翼下两侧，单台推力 123.85 千牛。而 F-15与米格25颇为相似，采用串列双座后掠翼气动布局，机身全金属半硬壳式结构，两侧进气道双发上单翼，进气道和机翼连接处并没有采用圆滑过渡。早期采用两台 F100 PW100， 后期更换为 F100 PW229 涡扇发动机，单台加力推力129千牛。苏27战斗机机长 21.935 米，翼展 14.7 米，机高 5.932 米，机翼面积62平方米，空重 17.45 吨，正常起飞重量 22.5 吨，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3吨。苏27战斗机系统高空最大速度 2.35 马赫，实用升限18000米，作战半径1500千米，最大航程3790千米，推重比 1.12。F-15战斗机机长 19.45 米，翼展 13.05 米，机高 5.65 米，机翼面积 56.5 平方米，空重 12.97 吨，最大起飞重量 30.8 吨，最大速度 2.5 马赫，实用升限19800米，作战半径1967千米，最大航程4631千米，推重比 0.85。从基础数据来看， F-15在速度、航程、作战半径等方面均优于苏27战斗机。尽管在动力系统方面推力相差无几，但苏27比 F-15多出将近5吨的重量，就需要更多的推力来推动。这就是为什么苏27虽然气动布局设计优于 F-15，但是飞行能力却弱一些的原因。但 F-15战机 1.12 的推重比使其机动性能非常优异，这源于苏27原本设计的初衷，就是要在机动性上完全超越 F-15。无论是1987年9月23日在波罗的海巴伦支海上空的空中手术刀事件，还是在1989年6月的巴黎国际航展上，苏27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眼镜蛇动作，都证实了其强大的空中机动性。苏27为什么这么重？这就涉及到苏27的另外一个弱点，雷达和航电设备的落后。长期以来，苏联在电子工业、精密机械加工领域存在短板，导致在机载精密设备领域也处于下风，这使得苏27战斗机仍难以摆脱苏联武器装备特有的傻大粗的形象。苏27战斗机使用的 N001 机载雷达，对比当时 F-15战斗机装备的 APG-63 雷达，
雷达的探测性能只有 APG-63 雷达的 70% 左右，而且整套系统重达980公斤，远远高于 APG-63 雷达的250公斤。傻大粗的 N001 雷达明显影响了苏27战斗机的机头设计。此外，苏27战斗机的其他机载设备也多多少少存在类似的问题，最终使得苏27战斗机的航电水平明显不及 F-15战斗机，并且苏27到现在为止都是采用了机械雷达，不仅雷达探测距离短，而且还容易被敌方的干扰系统干扰到，这对于高度依赖电子信息的现代空战而言，无疑是致命的缺陷。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下 F-15A 加装的 APG-63 全天候多模式雷达系统。该系统具有多种对空工作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搜索方式或选择的交战模式来选择不同的脉冲重复频率。此外 APG-63 还有多种提供特殊功能的模式，包括信标模式，用于向空中飞机的敌我识别系统发射询问信号；手动跟踪模式，作为自动跟踪模式的备份；被动模式，用于监测外部雷达辐射信号，同时自身只发送微弱脉冲，以尽可能减小自我暴露的可能性及地图绘测模式。战斗机的作战离不开机载武器，苏27原型机的固定武器选用和米格29一样的30毫米 AO-17 双管机炮，导弹也采用了同样的 R27、R73 和 R60M。两机的不同处在于挂载导弹的数量上，由于最初是把苏27作为截击机来使用的，因此它虽然有8吨的载弹量，但只能挂载无制导炸弹和火箭弹。后来根据空军要求，苏27进行了改变，其固定武器为一门30毫米 GSH-301 机炮，这是一种超轻型单管转膛式机炮。根据俄罗斯所公布的资料，其全备重量只有 43.5 公斤，为现有同口径机炮中重量最轻的系统。该机炮使用激光测距瞄准系统，据说精确度极佳，但大量采用轻量材料的结果使其使用的寿命减低。有资料指出，其标准寿命大约2000发左右，火炮的最高射速1600发每分钟。在苏27系列的各型战机中，该机炮是唯一固定武器，弹舱内装有150发备用炮弹。此外，改进后的苏27可以携带 R13M1、R14、R60 和 R73 4种近距离空空导弹，以及 R27ET 和 R2712 中型空空导弹。而 F-15战机的6个翼下挂点、4个机身外侧挂点、1个机身中线挂点，使其总挂可达7300公斤，能搭载多种空对空武器，如 AIM-7 麻雀空空导弹、ARM-9 空空导弹、ARM-120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还可以挂载美国空军各种航空炸弹，包括自由落体核弹以及2000千克的 GBU-28 碉堡穿透炸弹。而在右侧进气道外侧还有一座 M61A1 火神机炮。从武器装备不难看出，当 F-15及 ARM-120 这样的远程空空导弹在远距离与苏27对抗时，可以先于对手发现对方，并且先于对手发射导弹，从而占据先机，并且美制的空空导弹性能普遍要好于俄系导弹。因此，从综合性能来看，在远距离作战时 F-15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胜算较大。苏35与 F-15SA 堪称苏27和 F-15这两款最著名3代机终极改进的型号。苏35的改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升级了机体结构，使得该机典型环境下的使用寿命达到了西方标准的6000小时，并且加大了翼展，成为苏27系列最大的飞机。二、选用带矢量推力的 117S 发动机，并且与飞控系统融合，大大提高了机动性，消除了苏27系列的跨音速陷阱缺陷。三、采用电传操纵系统，提升操纵品质，取消了机背减速板，提高了本就很出色的载油量，保证了在起飞重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的载荷航程能力。四、改进航电性能，采用一部雪豹 E 无源相控阵雷达，机翼前缘加装分米波雷达，用于敌我识别。据称对隐身目标也有良好的探测效果。座舱显示系统采用2部大尺寸液晶显示器，提高了人机功效。另外还借鉴了苏57的研制经验，采用了一些先进的航电系统和电子战系统。F-15SA 则是美国在 F-15E 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改进的机型，主要是采用了电传操纵，雷达采用了先进的 APG-63 型有源电扫雷达，采用了新式机翼，增加了一对挂架，并且提高了维护性能，加装了最先进的电子战系统。航电系统也利用4代机的研制经验进行了大幅的提升。上述改进使得该机的空战能力、武器挂载能力和生存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总结一下，考虑到现在及目前空战的趋势都是以超视距空战为主，近距离格斗越来越少，因此空战方面 F-15要略胜一筹，尤其是美式飞机一般都能得到更好的体系支持。而苏27系列有着更优秀的平台性能，但是俄罗斯落后的电子水平和配套弹药方面的劣势，给这款惊艳的飞机拖了后腿。这也是俄系武系的通病，俄系战机通常都能做出眼花缭乱的动作，而美系飞机没有花拳绣腿，只是默默的击落你，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